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国服务业疲软，失业率达2年多来最高点，消费者需求下降，通胀高企，利率上升，疫情储蓄耗尽，债务增加给消费者带来压力。EXIM 调查显示，服务业新订单和整体经济活动意外下滑，可能导致就业放缓。接下来，以色列央行为应对与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冲突，预计将连续第4次维持基准利率在 4.5% 不变，该暂停可能持续数月。下一条，热带风暴贝利尔正逐渐增强，预计周一凌晨登陆前再次成为飓风。风暴最大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目前已对从巴芬湾到圣路易斯山口的德克萨斯州海岸发布飓风警告。接下来，10年前，人们对云计算的担忧与如今对生成式 AI 的担忧相似，但现在企业更务实。尽管仍有安全和合规问题，但 IT 领导者正在寻求通过负责任的使用，在不完全禁止的情况下探索此技术的优势。让我们关注，在特斯拉公布业绩超出预期导致股价飙升前，对冲基金大量做空。截至6月底，追踪的数据供应商 Hazeltree 中约 18% 的对冲基金对特斯拉持整体空头头寸，为1年多来的最高比例。接下来这条，法国大选初步结果意外显示，左翼新人民阵线联盟获最多1席，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排名第3。新人民阵线主张大幅增加公共支出，或与欧盟引发冲突。如果新人民阵线未能单独执政，可能要求马克龙承诺增加支出以组建新政府。接下来，欧洲委员会可能对 Delivery Hero 罚款超过4亿欧元，因其涉嫌反竞争行为。该公司已增加针对此项处罚而预留的资金。Delivery Hero 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接下来，法国议会选举结果悬而未决，新人民阵线联盟意外赢得最多席位。欧元下跌 0.3%， 市场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动荡，因投资者评估议会最终构成以及左翼联盟政策的实施情况。接下来，法国立法选举中左翼联盟获胜超出市场预期，导致欧元汇率在亚洲早盘时段下跌。市场此前普遍预计极右派将获胜，现担心左翼提高政府支出恐加剧法国财政赤字，与欧盟产生冲突。下一条，对冲基金涌入电力行业，受波动电价和天然气价格吸引，他们提供丰厚的签约奖金、利润分成和带司机的公务车等激励措施，以从公用事业、银行和竞争投资公司吸引交易员。下面这条，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交易受热捧。总统辩论后，投资者预期共和党候选人获胜后会推行导致较长期现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政策。就业市场疲软信号加剧了对美联储今年降息的预期，推动短期现收益率大幅下跌。本周通胀数据将对交易命运至关重要，通胀放缓可能消除美联储官员暗示的降息障碍。接下来，亚洲股市开盘良好，受美国强劲就业数据提振，主要股市处于纪录或多年高点。尽管存在获利回吐和政治担忧，但逢低买入心态仍占主导。日本央行政策制定者担心日本加息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本周关注亚洲央行会议和中国通胀数据。下面这条，新西兰央行预计重申维持长期高利率，尽管经济衰退加剧，受通胀持续上涨影响，央行将于周3将官方现金利率保持在 5.5%， 不会像投资者预期的那样降息。接下来，派拉蒙环球特别委员会投票支持与 Skydance Media 合并，合并将结合派拉蒙电影制片厂、电视网络和 Skydance Media 的金融合作伙伴。这笔交易紧随派拉蒙母公司 National Amusements 同意出售给 Skydance 之后。最后一条，北达科他州火车脱轨，化学品泄漏引发火灾，导致部分区域短暂发布就地避难令。现场空气监测器检测到低浓度氨气泄漏，泄漏已停止，避难令已解除。脱轨事故涉及氨、甲醇和塑料颗粒的运输，造成火灾。目前火势已基本扑灭，当局正在移除危险物质和脱轨车厢。国家运输安全局和联邦铁路管理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